就因为多了它，我现在每天都要去超市补货，买罐头、买米、买菜，还有买册子。你不知道大便大这么多。就因为多了它，我扫，从早上扫到晚，早上扫了，下午就脏了，扫到我很累啊。就因为多了它。哎，对了，它在哪里啊 Good morning， 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你呀，在我们家住了这么久啊，到底什么时候才搬走啊？啾啾 ，Can you have a little bit of empathy and sympathy and pity me, please？ 我现在没有工作 ，OK？ 给我多住2天呢。哎，等谁逼低我们啊？啊，你之前说那工作不要做了，辞掉了，来我们家住2天，一住就住了2个月嘞。你看，你把我们家的 living room 变成你的 camping ground，脏死了。Sharon, I'm so disappointed with you. You used to be very nice to me. Why you not nice now? 你现在 not nice. I so nice， 才让你住在这里，你也要对我们 nice 一点。我要对你们 nice，but 我没有工作，没有存款，没有妹，什么都没有。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一直乱花钱，整天叫外卖、买车、加入健身房，这个花那个也花，所以你才没有存款啊。哎，对了，你之前不是有个什么计划图的吗？那计划图呢？烧掉了啊！啊？在哪里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Sharon and 舅舅，这个就是我的计划。这些是什么？我每个礼拜要吃的 fine dining。吃了吗 No， 这个是什么？我每天要去 club 的地方。 ？club 了吗？ No， 这些美眉呢？我的 future wife。娶了吗？ No， 你知道为什么你会失败吗？ No， 因为你完全没有理财基础。让我们来帮你，来 ，Go。那，读。这么多书，怎么塞进我可爱又小巧的脑袋瓜里面呢？这些书能够带你走上投资理财的黄金路。你昂哥都会读，放心 ，fighting。你刚刚说谁可以？你昂哥，我你也可以。他也可以，我也可以。要累积财富，达到财富自由呢，最重要的当然是要懂得理财。而理财呢，可以从4个方面着手。第一呢，就是赚钱；第2，省钱；第3，花钱；然后再来就是生钱。就是第1点哦，赚钱啊，大家都知道赚钱很重要嘛啊，每天呢辛勤工作呢，就是为了赚一笔收入。那好了，现在有了一笔收入了之后，是不是要花呢？不是。是要先省钱，对，第2个步骤，那10%的收入呢，应该是把它省下来的。那省下来以后呢，有可能投资啊，未雨绸缪啊，孩子的教育基金这些呢来做打算。那我建议大家呢，就应该至少有2个户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所谓的 untouchable account。也就是我们那个10%拿来做投资的用途。那第2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 expense account， 也就是把它来当做花费开销的一个用途。那有2个户口了之后呢，那你们就懂得如何去分配这2个省钱和花钱的方法了。那么第3点呢，就是花钱。花钱是为什么跟理财有关系呢？因为我们一定有一个东西叫预算。预算很重要，因为我发现有些人他们可能薪金在2-3千的时候呢，觉得不够花。当他们的那个薪水升到6-7千的时候，还是这一句不够花那钱永远不够用啊。为什么钱不够用呢？是因为呢他们没有做预算。所以在预算方面呢，我们要知道有什么是所谓的需要，也就是 a need， 还有呢想要，也就是 a want。举个例子，好像吃饭很重要吧，对不对？一定要吃。可是呢，上餐馆那个就是一个想要去的，而吃饭呢是一个需要，这个就有一个差别了。所以大家呢真的要知道，有所谓的一个叫做需要，还有想要。第4点呢就是生钱呢，那么钱生钱是很重要的，可是我们不可以呢单单只把钱放在银行，因为大家都知道利率低，所以呢现在不能抗通膨。那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就是要懂得投资。想要学会如何更好的钱生钱呢？最好的方法当然是投资时间，投资在自己的身上，让自己有更了解投资的知识，还有呢，向对的人学习。舅舅 Sharon，
我已经把这些书都已经读完了。我要重新出发，进行我的投资理财计划。哇哦，我的好侄儿终于想通了啊！孺子可教也。说，怎样？怎么样？怎样开始？哦，我的第一步呢，就是要吃一碗霸臭米，加霸臭，加辣椒，加醋。很好很好，早餐嘛，一日之计在于晨，对不对？对，精神要好，才能做出正确的理财计划。好，那吃了早餐之后呢？哦，再顺便喝一杯 Musang Cat Coffee。不用了吧？那这杯请你喝，我楼下买的，1块钱。哦，也可以了。好，来，理财的第一步，请说。啾啾，我刚跟你讲这么多，你没有在听啊？我刚跟你说的就是我的理财第一步。啊，这也算第一步啊？当然算啊！我没有睡到中午，7早8早就起来吃每天最重要的一餐，这样已经算很不错了。我已经踏出成功理财的第一步了。其实他小的时候很可爱，读书很好，也很乖，怎么长大了就变成这样？孺子不可教，朽木不可雕，理财从小就要教。无可否认的，90后年轻一代的父母一般都认为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所以才1、2岁的婴儿就上什么右脑开发班，4、5岁就报名一堆的学前教育班，恨不得孩子琴棋书画、唱歌跳舞、表演艺术18般武艺样样精通。其实这样的心理，为何不用在学习理财上呢？在学校的正规教育里，老师会教孩子算术，但却不会教孩子怎样正确赚钱，也不会灌输理财的知识。这些都需要父母在生活中带着他们去学习、去实践。可能你会觉得，孩子这么小，读理财，他们怎么会明白？根本不可能从小就教起的。其实，小孩子的理财不是让他们去投资、做预算、控制开销、赚利息什么的。小孩从小应该学习的，应该是了解金钱的意义、功能，以及如何能够更有效地使用和管理现金。比如说，当孩子吵着要买一个100块钱的玩具的时候，你可以让他知道，外面的兼职工1个小时赚不到10块，他要买这个玩具就必须有10个小时的劳力来换取。有些父母会把礼物当成考取好成绩的奖励，但是好好读书考试难道不是作为学生的本分？相比之下，让他们提早体验真实的社会情况，对他们的未来才更有帮助。或者你也可以设计一些任务，看孩子如何在有限的预算里一步步规划来完成任务。也可以带着孩子购物，让他们学习比较价值和价钱，让他们知道物价多少，学习如何规划消费。最重要的是，千万别让幸福的小孩们误以为金钱得来全不费功夫，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生活该怎么享受就怎么享受。当他们一旦养成挥霍的性格，才想要开始理财，可能就太迟了。What's up， 朋友们，所有的粉丝们，大家好！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要买要赶快啦！今天呢 ，Legit 帅哥要介绍给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袜子啦！这个袜子呢，quality 很好呢，富有弹性啊。今天买袜子呢，还送大家饼干哦。所以呢，要是大家买我的袜子穿起来走去Jurong的话，你就可以送靠Jurong哦啊！来。哦，等一下啊！今天有2位特别嘉宾要来我们的直播室。哦 ，It's you，Uncle Auntie， What's up？ 你们好。你这个臭小子，怎么可以拿我的器材来做直播啊？哎呀，舅舅，反正你器材摆在那边也是摆在那边嘛，我就拿来用咯。Sharing is caring，I care for you，you care for me， 呀。我看那些袜子还蛮漂亮的嘛。没有啊，那个饼干看起来很好吃。那是我的袜子哎。那是我的饼干哎。
哎呀，舅舅，也是你叫我要钱生钱的嘛，对不对啊？反正你的东西摆在那边也是摆在那边嘛，所以呢，我就拿你的东西来卖，这样子的话呢，我就可以赚本钱，来钱生钱，对不对？你也太过分了！我是教你啊，但是也没有教你把我们的货拿出去卖，然后还不要紧，赚的钱拿来做你的成本啊！什么话？哎呀，舅舅，你怎么这样计较？你看卖得很好的这个，等一下，到底有没有人买？很多人买的，我差不多要卖光啦。那很好哎，very good。耶！哎，这什么嘛？你干嘛鼓励他？哦，哎呀，舅舅，你就不要这样计较了啦啊！给我卖，我卖了，我们就可以 share 嘛，对不对？哎，这个不是说我计较还是不计较，这是我用我的钱来买的嘞。你这个混蛋，我告诉你啊，你最好是给我乖乖的。舅舅，你确定你继续要骂？现在你 live 啊，很多人看啊，直播室里面很多人的啊，你一直骂，一直骂。哎，我其实不是在骂你，我是在教你嘛，要怎么样钱生钱，对不对？要怎么样呢？卖这些货物啊，不要亏钱哈。我们不是在做 charity 哦，知道吗？是。哎，大家好。呀，我是 Sharon 的老公啊 ，Darren 啊，女神，男神。我们聊了这么多集，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们都一直在聊投资理财的这个心得嘛。那投资理财最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人家说 financial freedom， 那是什么？你不用做工，你要明天去法国什么你就飞咯，没有老板会吵你就去哦。我完全同意，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全世界在笑，你们是同意哦。好，伟明先生，我要去帮更多的人达到财务自由，我就可以财务自由了。你想要造福人群，这才是真正的财务自由。我对财务自由的看法其实是达到你要钱才去买你失去的时间，就是我随时可以提交辞职信，然后我就可以walk away。不是说我不喜欢我的工作啊，一定要确认我的父母的开销是有被照顾到的，要懂自己大约花多少钱啊，这就是我自己本身的财务自由的定义。就是说你不用为钱烦恼，睡觉的时候钱还会再生钱，起来就好像 ERP 一直有进钱这样子。ERP 一直有进钱，你很有创意，我觉得你很有创意。也跟 Cecilia 一样，就是真的是不用为钱烦恼。我觉得是你以后想要过怎样的人生，还有就是你的目标在哪里。如果你是那种比较喜欢游牧民族，就是 nomadic 的那种生活的话，那其实可能你的财富自由的定义可能跟 Edmund 就不一样。对，因为investing 就是 time 嘛，一直就是很 focus 在就是赚钱，有可能你会失去掉 quality life。最近听说有一群人在美国蛮流行的，叫做 FIRE Financial Independence。retire early 是这群人，就是说他们可能是要求的生活是比较简单的，他们存到可能30多岁就可以退休了，存到一笔钱，然后用这笔钱拿去投资，然后他每年的投资回报率是4%，然后就可以支撑他过1年的生活。他们不是等到老了之后才开始所谓的享有那个财务自由之后才开始去过想要的生活。我觉得财务自由其实一定要有选择。就是今天我选择，可能我不要做工，我要做别的东西。对啊，就是不用烦恼，很像日常的开销哦。就是可能你要买东西，你不用看价钱的时候。我以前还没有搬去巴黎的时候，我去超级市场，就是好像简直就是瞎了眼，就是这样，我拿什么我都不看价钱。我去了巴黎之后呢，我拿黄瓜。我看那个价钱，我放回去，我走大概5分钟到另外一个超级市场，然后看到那边的黄瓜，再比一下，发现这个黄瓜比较便宜，我就买这里的黄瓜，发现我在看价钱呢。所以如果我有 financial freedom， 我就不用看价钱啦。1毛2毛3毛。哎，你在看什么啊？看得这么开心？没有了，我的Legit帅哥开始赚钱了。哎，赚多少钱？不多了，几千块而已啦。哇，赚这么多啊？
你才刚刚开始做直播嘛，没有很久嘛，对不对？对啊，没有很久啊，每个星期差不多做5天，早上跟晚上。然后呢，我的粉丝团现在已经也不多了，破10万了。比你多啊，欧巴！年轻有为啊，继续干巴的呢，坏听！坏听，我卡里马斯达。哎，钱是赚到了啦，但是呢，就不知道你会怎么处理啊？哎呀，容易处理吗？放进我的银行里面的 fixed deposit 咯。为什么是定期存款啊？哎呀，这样子我就可以稳稳加米混 ，steady 蹦逼逼，2年后拿他的 interest 了。拿到了 interest 之后呢，下一步是什么呢？没有下一步啊？你还年轻，不要乱花钱，一定要把钱存好。每个人越早开始学习理财投资越好，早点开始理财投资，你才能够早点退休。这些话听了这么多，是不是觉得很烦？今日不知明日事，难道不应该 YOLO 吗 ？You only live once， 是不是觉得自己还年轻，还能够赚钱，有什么好怕的？不趁早花钱享受，等到以后老扣扣了，想享受都没有力气啦。如果你会有这样的想法，那是因为你还不了解复利的威力，还不知道尽早开始理财投资的好处。很多人以为想要通过投资致富，就一定要有一大笔的资金后，才能够给你高盈利回报的投资。其实这并不完全正确。我现在就用一个例子来论证吧。小明和小花同时毕业出来社会工作，小花决定每一年都把存款里的1万拿来投资，把赚到的利息再投入资本里，利滚利。小花的计划是只需要投资10年，10年后就停止增加资本。小明呢，他认为应该趁年轻先享受，反正过几年后钱也会存得比较多，10年后才开始投资好了，投资20年还怕没得赚啊？你觉得30年后是只拿了总数10万投资的小花拥有比较多的财富，还是拿了20万投资的小明拥有比较多的财富呢？答案是小花。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现在我就让你明白复利的威力。为了方便计算，我们假设这30年的时间里回报率不曾改变，都是10%。小花连续投资10年，每年投资1万，同时把利息都投入。到了第10年的时候，所累积的本金加利息总数已经到了175312元。第11年开始，他停止投入新资金，就让这笔钱继续利滚利20年。到了第30年，累积财富1179409元。反观小明，他在第11年才开始投资，并且连续投资20年。他最终所累积的财富只有630025元，几乎只有小花的一半。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世界的第8大奇迹是复利。从年轻时就开始投资，才能利用时间让复利发挥效果。虽然说没有资金也无法开始投资，但是我们从复利的公式中可以知道，影响未来财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投资时间的长短。因此，宁愿尽早从小资本开始，也不要错过年轻岁月的本钱。你呀，啊！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经济基础，你什么时候才可以达到财务自由啊 Great, hold on， 什么财务自由 ？Financial freedom 啊 That's right。如果你的被动收入超过你的日常花费，那你就是个财务自由人。那 ，look at me。OK， 你看，我随时随地可以出国，租一栋大别墅，过奢华的生活，你可以吗？他，每次回来一大堆的信用卡债，是谁付的？随时想买车就买车。他叫他出钱请帮佣，他没有钱，还想要买车。想买房子就买房子。他，这个小小的公寓的房贷每个月付得这么辛苦，还要买大房子？就算我不做直播啊，我仍然可以过财务自由的生活。大声说不可以，你该不得。你没有了工作，那我们的开销谁负责啊 ？Seriously，舅舅，
原来你也是在做财务牢啊？哎，什么财务牢？我可是真正有 financial freedom 的，随时想出国旅行就出国旅行。你可以吗？我为什么要出国旅行？我在这边跟冰饭来张口，茶来伸手，看你的电视，玩你的电脑，哎呀，不知道多秋嘞。那你的代步工具车呢？车呢？有吗？开你们的就可以了。哎，你有房子住吗？住你们的不行了。其实你这样讲也对嘛，哦。Legit right。哎，反正我为什么要借给你？你是我舅舅吗#SB Spoiled Brats。呀，对，他。You also。财务自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一点，你的被动收入最基本一定要多过你的用费。当然，如果你的用费可以减低的话，你的被动收入就不需要很高了，所以你就会比较快得到你的财务自由。我自己本身的花费不高，就是我有存款，我就属于是有一定程度的财务自由了。可是后来当我作为一个自由工作者的时候，我就等于是手足口甜的那一种，才意识到说，投资真的很重要。我要确保说，即使我不工作的时候，我还是够钱用。那个巴菲特讲的，如果你睡觉的时候没有在赚钱，那你就注定一辈子都是劳碌命。好，真的在这里呢，真的要祝福大家，包括我在内，我们这群人能够有朝一日，而且希望是尽快的达到我们心目中的财务自由的状况。但是很重要的是，健康也是一种财富。老公，来，在吃早餐之前，先用这个燕窝漱漱口啊！来，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Madam, Good morning, Sir。哇，有钱人吃的早餐就是不一样哈。不过老婆啊，我们好像每天都是牛扒啦、燕窝啦、鱼翅鲍鱼，我想来点新鲜的，来 caviar, truffle and foie gras，OK？Sure. Yeah. Can you please pass me the 胡椒粉？哎，太过分了吧！自从有了工人之后，你就连一个胡椒粉你都不愿意 pass 给我吗？不是，我不是不要 pass 给你，是因为very heavy，lots of jewelry， 重到胡椒粉都 reach 不到。哦，好，我自己拿。Thank you。我听说你最近投资好像也赚了很多钱，是不是啊？Oh yeah！ 经过了这几年的财务管理的训练呢，我已经 master 了理财还有投资的一些理念了。所以呢，我已经学会怎么钱生钱，钱滚钱，滚。很好。上过了投资理财的课程，学到了什么呢？哎呀，我学到的就是呢，其实我很庆幸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上了这个课程他教我怎么去投资，然后更有效率的来赚钱，不像其他的年轻人，你们还在那边领死薪水当然，我要非常谢谢的就是我的舅舅还有 Sharon 的提醒。突然间这么谦虚，我有一点不习惯呐。你有今天的成就，都是你自己的努力赚来的哦。财经新闻马上来访问你大老板，请问您的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从第一天开始我的直播呢，都跟自己说了我每天面对的呢是困难跟失败，不是成功。这是马云的语录太好了 ，mic drop。mic up again。好，第二道问题，请问大老板，你打算怎么样在直播界继续的红下去？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呢，我们要尊重传统因为呢，对传统的尊重呢，就是要超越传统。就比如说，对于老人家的尊重呢，就是要超越老人家了。哎，没礼貌！什么超越传统？什么老人家？你指谁啊？你指谁啊？你我。第三道问题，请问大老板，您什么时候跟我搬出去？其实严格来讲呢，我的公寓呢，差不多2个礼拜后就已经建成了不过呢，厕所那个浴缸有点问题啦哎呀，反正在这里跟你们这么开心，我在这里呢多陪你们1、2年嘛对不对？我们一起 cheers no problem 1、2 years。#busy。 What's that？ 白吃白住。
哦，来 ，Cheers， 一起，Oh yes，so happy。哎，这杯不错。 Yes， 干杯！哦多少钱，Cheers！ 哇，哦，Cheers！ 2万了。 Cheers！ 哦。别在最能吃苦的年纪选择过安逸的生活，应该趁着自己年轻，多冒险，多打拼，去过没有尝试过的生活。不要整天只顾着滑手机、狂网购、玩游戏。哎呀，这样子太过不积极，太过没有目标了。每个人都想成为投资理财的高手，懂得处理好自己的财务，让未来更加幸福。但是要记得哦，天底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继续努力，干巴爹，fighting！ Hello, I'm Sharon. I'm Darren, and you know what? We want to reward our Money Home viewers with some amazing bonuses and some exclusive behind-the-scenes videos. And Darren's bloopers. Plus, you stand a chance to win amazing prizes as well. So just click onto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or just scan the QR code to find out more.